在老番争相斗艳、百花齐放的零几年，有这么一部该有改编的动漫，在一众小青心中杀出重围，那就是被称为日本三大同人奇迹之一的《寒蝉鸣泣之时》。作为具象悬疑动画的《寒蝉》，有着绝对烧脑的紧凑剧情，以及之后被多方效仿的轮回设定。那么，《寒蝉》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昭和58年6月，2名青春洋溢的少女被一个手持球棒的男人活活打死，在蝉鸣的初夏结束了短暂的一生，而背后的一切隐藏着巨大的谜团。男孩叫前原圭一，原先在东京的优等生，后头因由搬到了维健泽，村子人迹罕至，亲近的很。圭一时常帮老师教功课，班里有俩和圭一年纪差不多的孩子，龙宫李奈跟原崎魅音，俩人性格大不同。李奈开朗懂事，照顾人特好，魅音随心所欲，班里领袖。为了让圭一熟悉村子，他俩约圭一一起逛除健泽。李奈还备了好多便当请客，除了他们3个，魅音还请了俩学妹，北条沙都子和鼓手梨花，他们跟李奈魅音一个社团。圭一傍晚还意犹未尽，在李奈带领下去垃圾山。圭一娇生惯养走不动，只能在边上等李奈找到宝贝。歇息时遇到自由摄影师富竹先生，他对他们俩干的好奇，圭一随便应付，谁知呢，反正还有手没到位呢。富竹先生一反应，圭一吓一跳，没想到随便一说还真猜中。富竹先生不打扰他就走了。李奈回来，圭一问他这事，李奈说他也才来1年，前面的事他不太清楚。第二天大家都同意了，圭一加入他们社团了。他们社团活动嘛，就是玩各种游戏，还有个潜规则，赢的人可以命令输的人做任何事。放学后，李奈急着要去捡个人偶，一散会就往垃圾山直冲。圭一跟魅音就一路闲聊着回家。圭一又忍不住问起昨天那桩命案，可魅音的回答就是没这事儿。圭一后来也到垃圾山帮李奈，但那人偶被压得实在太深了，没工具根本弄不出来。李奈说，说完他就离开了垃圾山。圭一在那儿竟然意外发现了他内心疑惑许久的答案。他翻了翻垃圾山上的旧报纸，上头写的是当年那起血腥的惨案。可为什么李奈和魅音不跟我说呢？圭一想破头也想不通。忽然背后一阵脚步声，李奈拿着菜刀，一脸冷漠站在后面。圭一吓得差点尖叫出声，幸亏那菜刀只是为了挖人偶用的。天色渐晚，圭一找借口匆匆回家了。除健泽的居民每到6月都会办个村里的节日绵流祭，说是为了感谢那些损坏的棉衣举行的一个感恩的节日，而梨花就是这祭典的负责人。社团活动的当天，圭一和伙伴们高高兴兴吃遍祭典的各种美食。梨花的表演看完之后，圭一也随大流把棉花扔进河里，转眼间就和伙伴们走散了。他看到富竹先生了，富竹正和一个漂亮女人在河边聊天，交谈中圭一又提起了他特别关心的大坝问题，还有5年前那起疑案。富竹先生和那女的把事儿都告诉圭一了，那是4年前绵流祭当天发生的事。不过除健泽隐藏的秘密不止这些，从那之后每年绵流祭都有人丧命。3年前一个支持大坝的人在旅游的地方不幸落水身亡，他妻子的尸体至今未找到。2年前一个神社的神主得了怪病死了，他老婆也在当晚跳沼泽自尽了。去年一个曾支持大坝的男的，他弟弟的媳妇在家附近被谋杀了，乡里的长辈们都认定这是月社神在惩罚那些想要破坏村庄的家伙。照着老规矩，今晚也得有人倒霉。第2日，圭一还在想着前夜富竹和他说的那番怪话。有个警察找上了圭一，他叫大石，是点工警署的。大石告诉圭一，富竹昨晚挂掉了，死因是被人用指甲划破了喉咙，血崩了，当场死翘翘。他跟的鹰野小姐也没命了，因为是在绵流祭当天死的。村里人就觉得是月社神在作祟，所以他想请不信鬼神的圭一帮忙。大石递给圭一他的名片时叮嘱，千万别把这事儿和魅音他们说。圭一听后一晚上没睡好，第2天趴在课桌上发呆。魅音和李奈聊天时说的吸引了圭一的注意。傍晚，圭一又问李奈是不是瞒着他什么，结果李奈反问了他同样的问题。原来他和大石的谈话被路过的李奈看见了，这时候的李奈激动得不像话，幸亏很快就平静下来，俩人一起回家了。晚上大石给圭一打电话，圭一就顺势问起了鬼影的事。原来绵流祭每年的事件背后都有玄机，4年前策划分批的那个人还在逍遥法外，他可能就是遭遇了鬼影。3年前确认死的只有丈夫，他老婆连尸首都没找到。2年前也是这样，神社老婆的尸体也没找着。就在去年，那个家庭主妇被干掉，犯人被抓后没多久，他家孩子也不翼而飞了。每年月社神搞事后，都有人消失无踪。既然除健泽被叫做鬼村，这种事就被称作鬼影。圭一问大石失踪孩子叫啥名，是个比他大1岁的小伙子，北条悟史。圭一一听就惊了，因为这名字他在社团活动里见过，但李奈的回答却是悟史巴是转学走的。这时候门响了，爸爸端着2杯咖啡进来，原来刚刚李奈来过，他听到了他们之前的对话。第2天，圭一被吓得生病了，于是请假去了村子里的诊所。回家路上遇见了大石先生，俩人一起去镇上的饭店吃饭。大石调查了圭一的朋友圈，意外发现这4年来绵流祭的案子竟然都和魅音他们有关联。4年前的分批案死者
发生前和魅音有过好几次冲突。3年前去世的那对夫妇是北条沙都子的爸妈，2年前过世的神社夫妻是谷守梨花的父母，去年去世的那个家庭主妇竟然是沙都子的阿姨。沙都子失去了父母，正住在她阿姨家。失踪的北条务使是沙都子的亲哥。还有李奈，虽然是去年才从茨城转学回雏见泽，但他原来是这里的人。他转学前因为暴力事件被处分，后来在看精神科医生。李奈总提月社神，说每晚都会在歌边看他。所有受害者都和圭一的朋友有关，这意味着圭一现在很危险。晚上李奈和魅音来看圭一，带来了糯米饭团，然后俩人瞪大眼睛看着圭一，开始问圭一和大石的事，警告圭一一切他们都知道。俩人走后，圭一咬了饭团，嘴里突然疼得厉害，饭团里竟然藏着根针。圭一顿时神经绷紧，变得愤怒和暴躁，因为他确信有人想杀他。果然上学路上，一辆包围车冲他来，圭一机智躲开了。为了更好保护自己，圭一在教室里找到棒球棒，假装要练习打甲子园当借口。沙都子一听圭一的话，默默地跑掉了。然后梨花对圭一说，球棒一定要紧紧抓住。那天圭一回家路上，对后面的李奈举起棒子，警告他别跟着。圭一没意识到他现在跟1年前的务使一样。李奈警告说，圭一会重蹈务使覆辙，爸妈晚上要去日本出差。圭一赶紧锁好所有门窗。这时大石打来电话，圭一把暗杀的事告诉了他。大石说要保留证据，可屋子里头一尘不染。电话里谈到李奈，外面突然响起急促的门铃。李奈好像知道圭一父母不在，他给圭一带来了饭。圭一这时很害怕李奈，所以撒谎让他快走。李奈突然暴躁起来，当场戳穿圭一的谎言。圭一急忙把门关上，李奈的手指被门夹了。圭一不管他怎么道歉都不开门。过了好一会儿，圭一关窗户时，还看见李奈站在雨里，一直重复着对不起。圭一在学校照常打棒球，魅音想用务使的事劝圭一，圭一早就知道这一切，他对魅音大声斥责，对朋友之间的秘密感到不满，加上那个藏针的饭团，他宣称他们不再是朋友。这话让魅音非常愤怒，他说一定要弄死，把事情告诉圭一的大石。放学时，圭一忽然注意到李奈手里拿着刀，看起来很怪。圭一问李奈这些事的凶手，李奈说是茶社神。圭一当然不信，他问李奈，你见过有人向你道歉吗？一直不停的就是昨晚的李奈，都是因为月社神出现。李奈是因为特殊原因才从茨城搬回雏见泽的。李奈那种病娇的行为可真把圭一吓坏了。圭一把将李奈推开就往远处狂奔，谁知道跑着跑着圭一就碰上了一帮人，那些人二话不说就把圭一给打晕了。等到圭一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在家里了，没想到醒来看到的竟是李奈和魅音。他们俩对着圭一说，你的举动可把监督高兴坏了。圭一心里纳闷监督到底是哪位，可他问了半天，那俩人只是笑不肯说。然后李奈一下子就制住了圭一，魅音也不墨迹拿出注射器，一针药水就直接打进圭一体里。圭一脑子里闪过富竹先生死的蹊跷，圭一这下彻底慌了，他一把抓起球棒就往那俩身上狠狠砸，血花飞溅，2个少女倒在血泊中。从前的好友就这样死在了圭一手里，圭一自己也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打晕圭一的那群人，穿着工服的家伙们也来到了圭一家。圭一连忙把自己知道的还有这件事的真相都写下来，把纸条藏在房间的钟背后，那根能作为证据的注射筒也偷偷藏在钟的后面。圭一最后选择从侧门逃出家门，鹿谷市的警署那头响起电话，打电话的正是在逃的圭一。他对大石说月社神真的存在，圭一觉得有什么东西一直在他背后盯着，可圭一害怕的不敢回头看。最终圭一也像富竹先生那样用手撕裂了自己的脖子，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正是那句对不起。警察在时钟背后找到了纸条，但是纸条中间被撕掉了一块，纸条的第一段上写的是李奈和魅音是同伙。虽说圭一不清楚那犯人是谁，但他觉得肯定和月社神有关系，还提到了有5个以上开着蓝色货车的男人在其中。接下来是第2张纸条上的内容，如果有人能看到这纸条，那说明那时候的他已经死了。圭一希望找到这纸条的人能揭开这整件事情的真相，可惜啊，最关键的部分不翼而飞了，这案子的真相也就这样沉入了海底。这是寒蝉动画的第1弹人鬼影片，信不信由你，小伙伴们肯定是一头雾水。那纸条上到底写了啥呢？李奈和魅音为啥要对圭一下手？那个死命追着圭一的神秘人物是谁？诸如此类谜团重重，但别急，这只是个起点。咱们接着看绵流篇的故事。前缘圭一这小伙子不久前才搬到了这个偏僻的小镇上，在龙宫李奈和缘起魅音还有北条沙都子以及谷守梨花的带领下，他很快融入了这边的生活。他们5个人今天去参加了社团的活动，圭一凭着队友的助攻得分不断，救魅音能跟他勉强分个高下。就在最后决战的时候，教堂的钟声响了，魅音得去打工了。赢了游戏的圭一得到了老板的奖品，一个超级萌的小玩偶。圭一觉得魅音不太像个女孩子，
就把玩偶转送给了李奈。大家散了之后，圭一去女仆餐厅吃饭，没想到发现服务员竟然是魅音。圭一就开始跟魅音开玩笑，可眼前这位说她不是魅音，她是魅音的孪生妹妹元气诗音。圭一当然不信这套，但即便如此，诗音还是很照顾圭一，她送饭来关心备至，最后两人感情渐生。直到有一天傍晚时分，两姐妹同时出现，圭一这才信了，还真有双胞胎，还发现送饭的其实是魅音。这下魅音羞得脸红，心跳加速，躲在一旁偷偷地看着他们。不知不觉绵流季就要来了，大家都到神社去帮忙。圭一还遇到了从东京来的摄影师富竹先生，还有诊所的护士鹰野三四，他们把连续4年的绵流季发生的神隐和作祟事件讲给圭一听。3个人都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人为的，能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去杀人，凶手肯定是除剑泽的村民。绵流季那天大家逛吃，后来去了神社看梨花的表演。石世英突然出现带走了圭一，两人来到村中的禁地寄居店。这时候富竹和鹰野已经撬开了门锁，趁着村民都在神社的空档，4个人一起闯进了寄居店。里头除了一尊巨大的月社神像，摆满了各种解剖和烹饪的工具。原来所谓的绵流祭根本不是为棉被表示感谢的节日，而是拿活人当祭品来食用的日子。绵流不仅仅是长流，演武的节东神社的人群开始靠近，紧接着4个人约好了保密之后就散了。然后诗音问圭一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看着圭一脸茫然，诗音开玩笑似的也离开了神社。第二天人们不停地问圭一昨晚有没有见到富竹和鹰野还有诗音，这让圭一挺不爽的。直到晚上，诗音才在电话里告诉圭一，富竹和鹰野昨晚不幸双双去世了。不过往年总是死一个消失一个，今年居然死了2个人，这是不是意味着会有2个人消失呢？第3天，村长宫由先生首先不翼而飞，这下圭一心里起了波澜。后来在梨花的追问下，圭一借着猫咪的名义告诉了梨花，自己曾经去过寄居店。梨花说他会保护圭一，但也让圭一别惹猫妞姐姐生气，因为猫妹妹干了坏事。梨花像是当事人一样讲述，让圭一百思不得其解。到了晚上，诗音告诉圭一，村长失踪是因为他揭开了事实，这让圭一为梨花担心，打电话给梨花却没人接。圭一半夜赶到梨花家，果不其然，家里一个人也没有，连一起住的沙都子都不见了。李奈说要去本家拿钥匙，圭一想着要不要顺着梯子爬2楼。魅音突然开始发狂，他说沙都子是诅咒之海，所有的死都是因为他。李奈回来后，魅音才恢复正常。李奈查了查，发现梨花是在做饭的途中消失的，还有不见了的酱油瓶。梨花可能跑去邻居家借酱油去了。沙都子因为梨花没回来，就去别人家找梨花去了，结果2人都没回来。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大石，圭一又被叫去车里聊天。大石跟圭一说，村长前2天一大早就去医院了，去的是肛门科，所以没人告诉。然后他匆匆忙忙赶到神社去了，也就是说诗音没机会跟村长说。大石又给圭一报了个大新闻，那晚进寄居店的4个人，除了圭一，其他3个都出事了。圭一听了诗音说的话大吃一惊，那电话另一头的诗音会是谁呢？圭一晚上把猜想告诉了对方，紧接着电话里传来恐怖的笑声。第4天，李奈给圭一递个纸条，元气家在分特产酱油，这下子所有谜团都串联起来了。圭一猜出来手是元气魅音，他们跟大石一起去元气家了，当着魅音的面说出了自己的猜测。意料之外的是，魅音竟然承认了，自称是鬼之继承者，这5年的事全跟他有关。魅音想单独跟圭一待会，告诉圭一诗音还活着，想带圭一去看他的罪行。他们来到元气家的地牢，诗音被折磨得不像样了。圭一全神贯注看着诗音，魅音趁机用石头砸晕圭一，打算绑圭一在凳子上处决，拿着锤子却犹豫不下手。魅音跟圭一说，引发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他把人偶给了李奈，接着用电击枪把圭一击晕。大石带人冲进来时，发现里面只有圭一和诗音。不久，魅音出现在圭一家门口，趁圭一不注意伤了他，然后开始疯了一样。那晚诗音从楼上摔下去死了，圭一被抢救后命是捡回来了，可大石说魅音已经死了。所有受害者的尸体在井底找到了，鹰野小姐还是在绵流季前夜就死了。这次事件都是屁股决定脑袋。故事最后，魅音再次出现，对圭一下手。绵流篇的内容就这么多，怎么会善良的魅音怎么就狠心起来了呢？梨花那么惨是怎么回事？魅音都死了，那伤圭一的叉是谁的阴谋？这些都是绵流篇留给我们的谜题。绵流篇背后还有个解人墓名篇。接下来咱们继续看，元气家是家3家族的大户人家，都是为了避免家里起内讧。这回御守没起作用，姐姐的名字是元气魅音，继承鬼血统名字里必须有鬼字。妹妹是元气诗音，名字带4，希望她像尼姑一样远离世俗。魅音被看作是下一任首领，她自己也觉得自己比诗音受宠，对诗音太不公平了，所以2人经常互换身份，混淆视听。但是那次家主的纹身，去开会的其实是诗音，纹了标记后就不能再换来换去了。不久，魅音原来的诗音为了接班，到除剑泽本家跟祖母学习。真正的诗音原来的魅音则被关在圣露琪亚女校。去年魅音实在受不了寂寞，
在葛西叔叔的帮助下逃学了，去新宫市 On Aimort 打工，和魅音约定好了以魅音的身份生活。有一天，诗音遇到了3个无赖，他本来想掏电击枪的，结果务使及时赶到救了他。魅音这么多年都没人搭理，在务使的照顾下，很快对务使动心了，后来还顶替魅音去了学校。务使是学校棒球队的主力，诗音也就成了球队的经理。务使的父母2年前因为一个案子双双失踪了，他和妹妹沙都子只能寄住在叔叔家，但叔母经常虐待他们。务使为了保护沙都子很辛苦，甚至为此退出了棒球队。务使太疼爱沙都子，诗音很嫉妒，他把所有不幸都归咎于无辜的沙都子。逃这一出，他竟然对沙都子动手了。但务使一点没责怪诗音，反而希望诗音能帮沙都子走出困境，在第2天的祭典上一起好好玩一天。然而被使却约出了叔母，拿起球棒就把叔母给打死了。正巧又是在祭典那天，所以这就成了第4年的悲剧了。但大石还是怀疑务使，诗音为了保护被使牺牲了自己的身份。他声称昨天2人一直在快餐店里聊天。诗音的事很快就传到元气家那边了，鬼婆得知后就把诗音叫回了本家，连帮助他的葛西一郎也被卷进来了。诗音一回到家就和鬼婆大吵一架，还把一切都怪在了魅音的身上。但魅音劝他别再冲动了，告诉他如果继续这么下去，葛西一郎和务使都会因他受到牵连。诗音没办法，只好道歉。在魅音的逼迫下，诗音亲手拔掉了3根指甲，为的是救赎葛西和务使。可就在不久后，务使还是走了，而杀害被使叔母的真凶也被逮捕了。他是个模仿犯罪的疯子，这样一来，务使的死可能就会被人遗忘了。诗音决心揭开被使之死的真相。他查出了连续4年的事件，第1年的大坝主管，第2年的务使父母，第3年的神父夫妇。诗音发现这些人都是元气家的敌人，所以这些事件可能是元气家在操作。接着诗音还从鹰野那里得知了关于韦建泽过去和鬼渊村的故事，还有祭典上的祭品和沼泽的传说。然后姐妹俩再次见面，魅音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诗音愤怒至极，心里的鬼就出来了，他把魅音摔在了地上，没想到看到了魅音的手，魅音的手指也被拔了3根。原来魅音也和鬼婆争执过，为了以后能和诗音一起好好活下去，魅音也失去了3片指甲。看着魅音为自己做的那么多，诗音深深感动了，心里惦记着务使，就像1个月前重演的一样。诗音被3个混混逼进死角，圭一突然出现把诗音救出来了。诗音在圭一身上看见了务使的影子。诗音听姐姐讲的那个故事，俊因为玩偶而泪洒当场。美线妞们能为喜欢的人烦恼，对务使的思念越来越浓。年流祭那天，鹰野副主请他来，他带圭一一起去了寄居店。周围的声音不断的响，他下意识抱紧了圭一，发现除了自己局没人能听到那声音。半夜，诗音听见魅音和鬼婆在谈话，鹰野小姐好像有什么大事，突然觉得有人在偷看。他想起了李奈的话，那些不乏声和远处的窥视都是月射神作祟的征兆，所以从进寄居店开始，他就感觉月射神一直在后面跟着。结果转头看到的却是魅音，他拿电击枪把魅音给放倒。诗音觉得背后的黑手是元气家，他要为务使报仇。诗音心中沉睡的鬼醒了，他接着把鬼婆电晕，把2人都关进了元气家地牢。诗音想逼问鬼婆真相，结果鬼婆被电击死了。诗音气得不行，他竟然能这么轻松死去。他把怒气全撒在鬼婆身上，逼着魅音说出了真相，把鬼婆连人带椅子推下僻静。然后诗音开始散布自己进寄居店的事，让人以为自己被鬼引了。他决定以魅音的身份行动。诗音把村长宫由先生请到家，他告诉他去年的指甲意味着葛西一郎和自己，所以务使被鬼引都是因为乐三家的判决。他决定去干掉乐三家的头。诗音用电击枪把村长干倒，用刑具把他固定在地牢里，假扮诗音的身份告诉圭一，傅竹英也是月射神作祟的牺牲品。魅音被鬼引了之后，圭一就成了唯一知道内情的活口。诗音想用圭一来引那些对务使下手的人出来，他要找到所有害务使的人，一个个算账。村长在诗音的逼问下说，只有鬼婆元气两有本事，让务使像被鬼引了似的消失。那次绑架建设大臣孙子的事也是鬼婆操纵的，务使到现在都没露面，很可能已经被丢进井里了。第二天，诗音找到梨花，对他严刑逼供，问他作为鼓手家的当家，对闯寄居店的人会怎么处理。梨花说只要他们能反省就算了，还直说这是月射神的意思。诗音不信，让梨花去对付圭一，自己气呼呼的回家了。晚上，梨花来元气家借酱油，突然对诗音喷辣椒水，还想给诗音打针。诗音一把推开他，用电击枪反击成功，药剂也给梨花打进去了。梨花不想受罪，拿起匕首自残，最后倒在凤奈之舞中。乐三家的家主都死光了。诗音疯了似的笑，今后这里的事就他说了算。正好沙都子来电话找梨花，诗音就趁机对沙都子下手，绑了沙都子之后跟圭一说，再装成魅音，跟圭一和李奈一起去找梨花，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可是诗音突然发现，大石他们已经在监视他了。诗音回到地牢，跟魅音面前，用残忍的方法干掉了沙都子。他要让魅音也尝尝对务使见死不救的滋味。杀了沙都子，诗音才反应过来，
他好像连务使的遗愿都忘了。圭一和李奈找到了诗音，诗音借和圭一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把他带到地牢里打晕。圭一醒来后，诗音把一切的始作俑者那个玩偶的事告诉了圭一。诗音没杀圭一，只是让他电晕了，然后和魅音身份互换，想借此机会逃脱。但魅音跟诗音说了实话，其实他心里也一直念着务使。根据魅音自己的调查，村里的人并没对务使怎么样，换句话说，诗音一直误会了。可诗音这时候哪愿意信，他把魅音电晕丢进了井里。等到大明打开地牢的时候，诗音和圭一都被送医了。夜里，诗音总觉得魅音的鬼魂跟着他，他想报复魅音，杀掉魅音最爱的人，所以他潜入前原家想偷袭圭一。可他从阳台爬回去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跤，从高处摔下来。就在那一瞬间，诗音恍然大悟，他突然想起了务使的遗愿，就是要好好照顾杀都子。临终前，诗音向大家道了歉，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觉得自己身为人类感到抱歉。慕名篇最后并没解释给圭一听，但可能是大石的话吓到了他，圭一可能是幻想到魅音在处刑他，最终是被急性心律失常吓死的。绵流篇和慕名篇就这样结束了。不过还有很多疑问没解开吧？如果魅音说的都是真的，那务使到底去了哪里？鹰眼三四既然死了，那寄居店出现的人是谁呢？下回继续看。接下来是捉杀篇的故事。圭一刚从东京搬来除剑泽不久，就很快融入了这个村子。有一天家里没人，圭一尝试做饭，结果差点引起火灾。倒是一直捉弄他的杀都子带着梨花来他家帮忙做饭。三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真是让人想起了过去杀都子的哥哥务使还在时的情景。梨花希望圭一偶尔能像务使一样听杀都子发发牢骚。饭后两人就回自己家了。有天学校有棒球比赛，杀都子打电话叫圭一去看。圭一本以为是去干架的，这高尔夫球赛的场面真是尴尬到不行。比赛结束了，结果虽然乱七八糟，但是杀都子表现得相当出色，结果自然也是相当不错的。圭一坐在一旁休息，村子里的诊所医生入江找到了他，他还兼任这个棒球队的监督呢。鬼影片里他还来过他家，魅音说过监督就是他没错，说到底他可是个彻头彻尾的萝莉控。入江跟圭一说，大概3年前杀都子的父母就双双遭遇了事故去世了，去年杀都子的哥哥务实也离家转校了，所以杀都子才会跟梨花住在一起。后来圭一跟诗音一起清洗工具，诗音听到务实转校的事情好奇的不得了，他告诉圭一别什么都不知道就说出务实转校的事，这让圭一好奇心大起。在回家的路上，他又去问了李奈和魅音，他俩都说务实转校了。圭一追问个不停，李奈最后告诉他都是月射神的捉。务实在失踪前跟他说过，有人在监视他，跟踪他，在暗处盯着他，这些都是月射神要做捉的征兆。李奈说他自己也经历过这些。李奈越说越激动，最后被魅音一巴掌扇醒了过来。李奈走后，魅音告诉圭一，务实的父母原来是大坝计划的推动者，结果遭到了全村人的强烈反对，偏巧他们出事的日期都恰好是月射神祭典绵流祭的日子，所以为了杀都子，大家都避免提起他的家人，大家对务实的事也就说成转校处理了。圭一听后也答应魅音他也会保持沉默。但是之后的几天，杀都子一直没来学校，连警察大石也找上门来了，大石甚至还动手了，还好入江及时出现把他带走了。他告诉圭一，务实和杀都子父母去世后就搬去叔叔家住了，结果他们在叔叔家受了不少虐待。可是去年绵流祭后，叔叔家的阿姨去世了，叔叔因为害怕做捉，也逃到了别的地方去了。可最近杀都子的叔叔又搬回来了。放学后，圭一直接去了杀都子家，正好碰上入江先生带着杀都子回来。杀都子的叔叔北条铁平忙着招呼朋友，叫杀都子跑腿买了一堆东西。圭一一看杀都子身上的伤就火大了，但被入江先生劝住了。杀都子还是很感激圭一的，从这一刻起，他心里多了个圭一哥哥。入江又跟圭一分享了杀都子把叔父的虐待当成对自己的考验，他相信只要自己挺过去，务实哥哥就会回来，这是杀都子坚持下去的理由。第二天，圭一碰巧遇到富竹和鹰野，他们透露做捉事件是以乐三家为首的村子集体行动。圭一还是找到了现任乐三家的头元齐家的下一任家主元齐魅音，希望他今年的做捉对象能改成杀都子的叔叔北条铁平。但魅音说事情不是这样的，魅音和乐三家都没那个权利。过了不久，杀都子回到学校了，因为有人叫了保护司过来，这让杀都子很不爽，他死活不承认自己被虐待，所以就把他们赶走了。然后梨花告诉圭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杀都子的妈妈离婚后再婚，新爸爸对杀都子不好，是杀都子自己报的虐待电话，但之后警方没采取什么措施。吃饭时，圭一温柔地摸了摸杀都子的头，这让杀都子想起了务实，他像受惊的小鹿一样，一下子推开圭一跑了，嘴里还不停说着对不起。经过一阵子的安慰才平静下来，圭一这才懂得杀都子并不如大家想的那样没事，他们根本没能帮到杀都子。圭一想要救杀都子，决定策划个完美犯罪，目标是那个罪魁祸首北条铁平。从他妈那里，圭一了解到只要案子不被发现就是完美的，于是圭一开始计划暗杀，选好地点，准备武器，连借口都想好了。
就在绵流祭的前一天，圭一希望魅音能带沙都子好好玩一天。这个行为和之前的巫使一模一样。圭一瞬间明白了，巫使也曾为了保护沙都子而杀了叔母。圭一之所以做到这种地步，自然也是有原因的。圭一是一个智商很高的天才，但他不擅长处理简单的问题，这就导致他在学校常常因为成绩优异而被同学欺负，甚至发生了事件被迫转学。但在雏剑则一切都不一样了，所有人都对他非常好，他是真的把沙都子当做了妹妹。夜晚，圭一用沙都子犯事为由，用警察署的身份约出了铁平，用球棒将其活活打死。之后为了消灭罪证，将球棒和机车扔到了沼泽之中。但是在大雨的冲刷下，圭一找不到了挖好的坑，只得再次回家拿取新的铁锹，将铁瓶埋在了新的地方，用大树将其盖了起来。之后在回家路上，精疲力尽的圭一遇到了鹰野，因为后备箱是满的，后座又放了附逐的自行车，所以鹰野只让圭一一个人上了车。随后鹰野问圭一买好尸体没有，很明显他知道圭一的罪行，但是他多次告诫圭一，今晚他们没有见过面。鹰野开车远去，因为他看到一切，所以圭一诅咒他，希望他因坐桌而死。第二天，圭一像往常一样来到教室，明明他昨天一直在筹划暗杀行动，可是从伙伴们的口中他却听到自己一整天都和他们在一起，怎么会有两个自己呢？圭一怎么想都想不明白。放学的时候，圭一询问沙都子，他的叔父是不是消失了？可是沙都子却告诉他，昨天他依旧遭到了叔父的虐待。圭一懵了，究竟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来到教室确认而泣，球棒的确实不见了。随后他又来到了入江诊所，将他的疑惑告诉了入江医生，机智还把自己杀人的事告诉了入江。入江虽然表面不认同杀人犯，但对于圭一为沙都子所做的一切还是很感激。入江随后提出要给圭一泡杯红茶，圭一却听到入江下令让手下往茶里加安眠药，圭一无法接受这一切，他诅咒入江也早点死掉。然后他从入江那里得知鹰野已经死了，为了确认真相，他上山去找尸体，意外遇到了调查案件的大石，好在坑里什么都没有。圭一依旧对用暴力让自己受苦的大石心存怨恨，再次咒他因作祟而死。圭一越来越疑惑，明明自己杀了铁瓶还把他埋起来了，沙都子怎么还会受虐，自己怎么找不到尸体呢？圭一愈发疯狂地拿起斧头，决定再去沙都子家确认一下。忽然感觉有人在背后窥视，显然圭一也开始受到作祟的影响。到沙都子家，摩托车果然不见了，但家里昨天的饭确实多了一份。圭一在浴室找到沙都子，他因为泡水太久体质虚弱，沙都子说叔父让他数到1万才能出来。圭一一听立刻暴怒，举起斧子四处破坏，但最后还是没找到铁瓶。圭一用浴巾包住沙都子，带他离开。在被警察包围的诊所门口，听说大石在山上搜查时失足了，开朗的入江医生突然自杀，圭一的诅咒竟然都成真了。梨花家正好有沙都子的衣服，圭一背着沙都子来到神社，让沙都子换衣服的时候，圭一发现梨花死在神社门口，他身上有被乌鸦啄食的痕迹。圭一赶紧用斧头赶跑乌鸦，却被沙都子误会，他以为是圭一杀了梨花。沙都子跑到吊桥上，他知道一切都是因为祭社神的作祟。沙都子小时候也进过祭具店，他相信一切的根源都是那里的秘密。从此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失踪了，连爸妈和超疼他的务实也不例外。石头终于盼到了一线希望，倒霉蛋的名单轮到圭一了。沙都子突然一用力把圭一推下了吊桥，尽管事情看起来很不公平，但圭一一点也不觉得后悔。晚上新闻里播了个大新闻，雏剑泽遭遇了特大火灾，村子里的人都被火山爆发释放的毒气弄死了，全部人里就剩下一位幸存者。不可思议的是，竟是从桥上掉河里的圭一。这样猴子杀篇就告一段落了。也许有些朋友还没完全弄明白铁瓶的死和圭一参加绵流节的事，这里我再给大家简单说一遍。圭一杀铁瓶是千真万确的，球棒和摩托车的消失都能证明，那尸体为啥消失了呢？其实很简单，圭一挖的坑自己迷路找不着了，后来他又挖了个新坑，结果圭一自己又回到了第一个坑，所以当然找不到尸体了嘛。那圭一为啥会参加绵流节呢？实际上他根本就没去，只是朋友们在帮他树立不在场证明，就像绵流篇里诗音替务使证明一样，加上沙都子说叔叔还在欺负他，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圭一心里的完美犯罪就这样实现了。关于杀人篇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换个故事，这回会出现一个在后面剧情中十分关键的人物赤县尉。昭和年雏剑泽灭村前5年，村民们为了保护雏剑泽，和特警队展开了激烈的冲突，甚至连政府大臣的孙子都被绑架了。负责调查此事和大坝建设反对团体的警视厅的赤皮搜查官离开了即将生产的妻子，假身份潜入了雏剑泽。赤皮在来村子的路上被大石介绍了雏剑泽和鼓手家的事，刚到村里就遇到了可爱的梨花，还有村里的向导牧野。在牧野的带领下，赤皮参观了整个村子，最后他们来到了鼓手神社前。赤皮看了村子一眼，
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千。这么迷人的地方居然要被淹没在水下，但梨花跟他说放心吧，那个不会发生的，大爸的计划肯定会被叫停的。正聊着，梨花突然从小萝莉变身成了成熟姐姐，装严肃的警告赤皮快点回东京去，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赤皮上前想要追问是怎么回事，可是被梨花一番可爱的举动轻松蒙混过关。晚上赤皮向佐藤买了点内幕消息，昨天晚上以袁启两为首的乐三家围绕大坝反对运动开了个家族会议，会议上鬼婆突然提起了那起绑架建设大臣孙子的案件。赤皮听了大吃一惊，因为那事应该是机密的。鬼婆接着说，孩子是无辜的，把他藏起来就行了。显而易见，鬼渊死与和绑架案有牵连。佐藤临走前还警告了赤皮一句，别想跟袁其家作对，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大石打来了电话，说在高津户找到了大臣孙子犬饲寿术的东西。大石就穿上了防弹衣，带着赤皮赶往高津户。赤皮看到路边站着梨花，他就那么静静地目送他们远去，途中还碰到了刚给寿术治病的入江医生。入江医生给了赤皮他们指路，但绑匪也注意到了他们，一个拦住大石，另一个带着寿术从后窗逃跑。可赤皮和大石早有准备，分头行动了。大石在跟人家纠缠的同时，赤皮也追上了带着寿术的绑匪。尽管罪犯开了枪打伤了赤皮，幸好大石及时赶到了，他们最终还是把寿术救了回来。赤皮在入江医生那里休养着，大石告诉他大坝的事已经搁浅了，显然是把寿术当筹码交换的结果。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寿术也会安全。晚上赤皮正想打电话，才发现电话线全被梨花剪断了。梨花跟赤皮说，就算电话打通了也只会让你心碎，因为他的妻子美代今晚摔下楼梯去世了，幸好还留下了个女儿叫赞美雪。可这些赤皮现在还一无所知。赤皮没多问就把梨花带回家了。梨花说今天是绵流祭的日子，可村里人的行为完全不像是。梨花带着赤皮到了神社前，告诉赤皮一些让他终生难忘的事情。梨花预言了接下来5年的所有大事件。昭和年大坝监督被解雇了，昭和年沙都子的父母坠崖身亡，昭和年梨花的父母双双去世，昭和年沙都子的叔母被杀害，昭和年梨花自己也会遇害。就在赤皮离开的第5年，除建泽的人们全都死于鬼渊沼泽释放的剧毒气体。几年后，已经退休的大石再次见面，回忆起当年的灭村悲剧。梨花的预言一个不落全部成真，他自己最后甚至遭遇了不幸。两人猜想这一切可能都是预谋好的。赤皮至今仍然记得梨花留下的那些话，他只想和朋友们幸福的生活下去。但直到现在，除建泽的诅咒仍未解除，这标志着寒蝉系列的问题篇全部结束。梨花为什么能预知一切？他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结局？赤皮将在后面发挥什么作用呢？昭和年明月的夜晚，钱元圭一转学到除建泽1个月后，5名部员像往常一样在学校活动。这次赢家是钱元圭一和龙宫里奈。惩罚游戏的结果是元气魅音、北条沙都子还有吉手梨花都得穿上女仆装，在 Angmort 当服务员。里奈碰见了监工丽娜，父亲离婚后交的第一个女友，他们看起来相处得很和谐。晚上里奈和朋友们分开后，一个人去垃圾山寻宝了。他爬进了废弃的大巴士，里面全是可爱的旧玩偶盒，一张巨大的星图，这是他的秘密基地。里奈在角落里默默地看着窗外的大雨，回忆往事。他因为不满母亲的出轨和离婚，决定跟着父亲。他把对母亲的怒气全撒在了留下的那些物品上。里奈的命运就此陷入月射神的棋局，他开始闹事，甚至伤害了同学。父亲也是因此颓废不已，把母亲留下的一大笔赡养费封存起来，一个子儿都没动，带着里奈回到了除建泽。现在回到家的里奈一头雾水，客厅的家具全都换新了，过去的一切连健太郎也被丢到了后院。父亲说这是丽娜小姐出的主意，他还想着要重头来过。看父亲笑得那么高兴，里奈本应开心，却只觉得心塞。第二天，里奈给父亲拿夹克时，碰巧看到丽娜竟和一个男人秘密会面，正是之前沙都子的叔父。他们俩的关系显得不同寻常。里奈听到他们竟然想通过诈骗搞到母亲留下的那一大笔赡养费，里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从葛西那里得知，丽娜原来是做接客的，她和铁平老师用骗局骗钱，显然父亲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里奈急忙回家看银行存折，父亲竟然真的开始挥霍，这么下去存折上的数字会变成0，父亲也可能会再次受打击。里奈决定要守护自己的幸福。某日放学回家的里奈正好碰上了等了好久的丽娜，他打算跟里奈谈谈结婚的事。里奈知道真相后，二话没说就冲了出去。里奈又一次跑到垃圾山平复心情，丽娜竟然跟了过来。里奈把她带到秘密基地旁，直接揭穿了丽娜的真面目。因为母亲再婚的事，坚决不让她成为父亲的妻子。丽娜看到事情败露，气急败坏地攻击里奈，甚至想要掐死她。危急时，里奈抓起一块碎玻璃，一刀就划破了丽娜的肚子，然后拿起地上的钢管，把丽娜打到死，把尸体藏进了废弃的冰箱。
处理好现场的李奈回了家少，正巧撞见铁平在打父亲。他编了个谎跟铁平说丽娜找他有事，把他骗到垃圾山去了，趁机抄起柴刀，毫不犹豫就砍了铁平。隔天放学后，李奈旷了社团活动，他一个人跑到垃圾山，把那些残肢弄成包裹，先藏在废弃的冰箱里。谁知会有那么戏剧性的一幕。李奈这几天神情都不对劲，魅英决定带大家一起去垃圾山找点乐子，想让李奈振作点。结果碰上李奈藏残肢，发现真相的伙伴们没责怪李奈，反而觉得他有难却不说，一个人憋着没找他们商量。皈依和大家的开解下，李奈终于开导了自己，大哭出来。伙伴们决定帮他隐瞒罪行，5人合力把残肢藏好，约定让时间把一切冲淡。楚建泽的民风真淳朴。转眼祭典又到了，跟之前的故事一样，副主老师和鹰野小姐又被卷入了祭典和传说。社团活动的第2天，大使突然出现，让李奈上车吹 AC。他们聊的还是副竹和鹰野的事。李奈昨晚早早就睡了，对这些事一无所知。回家后，李奈翻出3本笔记，想起前几天在图书馆碰到的调查连环杀人案的鹰野。鹰野说这些怪死都是人为的，目的是为了复现那力量。但李奈没告诉鹰野，他相信神明是真的在。他虽然在楚建泽出生，小学时搬去了慈城，离开楚建泽，违反了神明的禁忌，他身上就发生了不幸。他记得划破手腕那刻，从伤口冒出无数虫子，那时他看到了神明，是神明告诉他，只有回楚建泽才能得救。事实证明他回来了，真的安全了。这就是说那些关于月射神的传说是真的。鹰野听了之后也信了，装把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笔记借给了李奈。要是没有这些笔记可能会很危险，但现在鹰野已经被火烧死了，很可能是因为他的研究引起的祸端。李奈翻开笔记本开始看的是有关解虫和月射神的秘密。鹰野的死让李奈心里没底。放学的时候，他紧张地叫住了皈依，他说最近总有辆车跟着他，他觉得自己可能被人盯上了。然后他把鹰野死的事告诉了皈依，他怀疑这跟鹰野的研究有关，这研究可能揭露了乐三家的秘密。如果这事被人知道了，月射神的神圣就不存在了，所以鹰野可能是被魅音的家族元齐家给灭了口。李奈告诉皈依绝对不能说出去，说完就走了。皈依后来真碰上了那辆车，他们问起了李奈的事，这让皈依更信了李奈之前说的那番话，所以他回家后急忙问李奈笔记本里写了啥。李奈说如果鹰野是对的，那月射神不是神，只是个像医生一样的存在。鬼渊沼泽会释放出奇怪的病毒，人被感染后会变得异常暴力。所谓月射神的降临，就是为了压制治疗这些人，所以早年间为了防病，才制定了禁止离开楚建泽的规矩。因为病毒只能在楚建泽那环境下生存，一旦宿主离开楚建泽，就会发生种种问题，阻止他们走，这才是月射神传说的真面目。然而现在人出入村子变多了，其实是因为精神错乱的人能消灭病毒和体内的虫，只有这么做寄生虫才会减少。这就是所谓月射神传说中人鬼血融合的真相。而最后的仪式就是吃掉精神错乱者的内脏，这样就能激发出抗体，提升村里人的免疫力。那么一旦鹰野的研究公之于众，村民心中的月射神形象肯定会土崩瓦解。对于那些想要复兴月射神信仰，梦想着把病毒撒遍世界的疯子们来说，这可绝不是他们乐见其成的局面。所以鹰野姬可能就是被这帮人干掉的，而这一系列事件的黑手很有可能正是掌控乐三家的元齐家。那一天，李奈在校园里瞥见了那辆车，他看到他们递给老师一封信，可信里头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永远是空号。李奈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直觉了，他决定到电话亭去找大石求助，于是把自己的怀疑全都告诉了大石。可是大石却告诉了李奈，根据鹰野的尸检报告，他实际上在祭典前就已经死了。晚上魅音找上了皈依，急忙告诉他李奈不见了，警察也在到处找李奈。皈依本以为是铁平他们俩的事情暴露了，魅音急忙解释是他把尸体转移了。那时藏在秘密基地的李奈偷听到2个警官谈话，得知自己刚刚在小仓出现的消息，这让李奈心头波涛汹涌。他回想起鹰野尸体被找到的那一幕，这使他对笔记本的内容更加确信不疑。当时的李奈不由自主地抓着自己的脖子，甚至流血了也没停下手。从他伤口流出的血里，居然看到了活蹦乱跳的解虫。等皈依找到李奈的时候，他手里拿着菜刀，看上去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原来他今天傍晚去了藏尸地，但是没有找到尸体，他以为是魅音背叛了他。皈依急忙把真相告诉李奈，可李奈完全不信皈依的话。他告诉皈依他的新推理，那些寄生虫其实是能控制人类的外星生物，一旦有人想揭露真相，他们就会把这个人赶走。所以他决定为自己而战。这次即便是面对皈依的劝解，李奈已经忍无可忍，大笑起来。他把皈依搬家的原因说了出来，原来是皈依因为学业压力太大，才会用玩具枪去射击小孩子，一时的风头权势都被他占尽了。虽说他最后投案自首，但少年保护法下他的名字没被公开，加上皈依他爸出钱摆平，这事儿就这么没影了。这是李奈请大师调查后才知道的内幕。鬼影篇
朋友之间不是说没秘密吗？那你根本就不算朋友。归一被打击的没力气劝李奈了，只能眼睁睁看着李奈拿着刀走了。第二天，归一就把自己的坏事告诉了伙伴们，伙伴们也都宽恕了他。归一泪流满面，这让他想起了鬼影片里发生的种种。那时候的他跟现在的李奈一样，对朋友全失去了信任，把藏在饼干里的辣椒当成针，把魅音手里的记号笔想成注射器，最后甚至因此杀了魅音和李奈。归一痛苦地跪在地上，梨花突然出现，让归一想起了一切。梨花摸着归一的头对他说，现在的李奈就像当初的你。所以归一决定要帮李奈找回自己。那天晚上，魅音的妈妈找到大石，他给大石看了鹰野3·4的研究报告，但那报告就像三流科幻小说，根本没法让戴石幸福。正当全世界都在找李奈的时候，他却出现在学校了。李奈用电话骗智慧老师出学校，然后手持柴刀绑架了全班学生。傍晚，大石带着警察包围了学校。这时候接到了李奈的电话，李奈在电话里逼问大石调查袁其家的进展，大石只好告诉李奈还在查呢。李奈觉得大石还是不信任他，他让归一把笔记本交给大石，叫大石拿这个去查袁其家。他打算和归一里应外合救人质，可大石在笔记本里找到了李奈的字条。李奈说7点还没搜查袁其家，他就会引爆事先安的定时炸弹，和同学们一起玉石俱焚。李奈在教室里撒了满地汽油，然后拿起柴刀的他心里还是放不下魅音背叛的事。大石急忙拨了个电话过去，李奈一打电话的功夫，归一迅速植入窃听器，按警方的指令找炸弹。归一跟着电线找到闹钟，却知道那是李奈的幌子。这边李奈也悄悄出现了。李奈举起手要下手的瞬间，梨花及时冲过来撞倒李奈。归一抓起地上的打火机，听着杀都子的声音定位炸弹。李奈被梨花暂时挡住了。杀都子一提示，归一拿起传说中的球棒，比李奈早一步爬上了屋顶，最后1秒切断了定时器。教室里的人质得救了，梨花也带着伤走了出来。归一跟李奈这场决斗当成了社团最后的大游戏，定下游戏的终极惩罚。归一的柔情攻势之下，李奈慢慢找回了自己，开口想跟归一白头到老，可惜最后还是被柴刀打败，归一输了。正常的李奈在归一身上忏悔不断，然后就在归一怀里大哭。下面梨花也流下了泪，以为这就大团圆了。时间倒流到绵流季第2天，大石这次来找的是梨花。梨花心里默念，对，就是这么回事，让我陪你好好玩一场。归一终于感化了李奈，救了他，但梨花次日仍旧没了。除剑泽火山瓦斯爆发事故还是发生了。除剑泽消失30年后，他和搭档泽田回到了除剑泽，和大石一起在查当年的案子。他们首先来到了鬼之渊，大岩害后鬼之渊被填了。赤皮跟他们聊起网传的故事，那里被说成 UF 降落点。有人说大灾害是政府谎言，真相是外星人细菌侵略。他们的证据是鹰野340死前的话，留下的文书编号就是34号，但鬼之渊实际上就是喷火山毒的地方。然后他们3个人来到了村里唯一的诊所遗址，赤皮又开始给大家讲34号文书的来龙去脉。鹰野34在那诊所工作是个护士，他一直在追查除剑泽传说中的鬼怪故事，他就是要弄明白这些传说到底啥意思的研究员。他研究出来很早以前，除剑泽的鬼之渊那儿有个 UF 从太空掉下来了， UF 上带着地球上没有的细菌，这导致村子里的人连连中招，中招的人慢慢变狂暴，像恶鬼一样。外星人觉得有愧，就用外星技术来治村民，这就是传说中的月射神降临的由来。外星人虽然技术高超，但治不了跟村民的病，又因为病毒在除剑泽那环境活得好好的，他们就以月射神的名义定了个规矩，村民不能离开除剑泽，外星人就被村里的乐三家保护。时间一长，村里的细菌也就稳定下来，外星人也就被村民渐渐遗忘。靠外星人的力量统治村子的乐三家，微信也不行了，他们为了重新掌权，开始研究唤醒细菌力量。鹰野的笔记就写到这儿停了。鹰野本人在昭和年月离奇死亡，临死前他把笔记和心愿交给了李奈。不过整件事情疑点重重，比如政府用途掩埋毒气，再比如自卫队封锁除剑泽，定时要做血液检查，30年的封锁也太长了。这是大石的推测，事件不是因为火山瓦斯喷发造成的毒气，而是乐三家的细菌实验搞砸了，病毒变成了致命的杀手，除剑泽可能就是这样毁了。3人后来去了除剑泽废弃的学校，那儿遇到了孤独的活着的李奈。30年让李奈的双眼失去了光彩。大石一提起当年的灾害，李奈就害怕的只会说不知道，但他好像很确定梨花藏着什么。李奈肯定梨花和外星人还有细菌之间有关系。故事又跳到另一个平行世界，还是昭和年月，沙都子在入江诊所忙着营养剂研究，他得天天给自己注射营养剂，然后他又回学校去了。归一如往常被沙都子耍得团团转，归一想还手，却被世英一下子拦住了。世英和沙都子的关系挺铁的，他一直记着务实的叮嘱。世英特地为了照顾沙都子转到了除剑泽，
6个人在校园里闹哄哄的很开心。下课后，他们又开始忙碌社团的活动。输的是龟一、沙都子还有梨花，他们只好穿上惩罚用的滑稽服装。回家的路上，他们碰巧遇到了被沙都子和梨花的可爱样吸引的入江京介，还有偶然路过的富竹先生和鹰野小姐。他们聊起了快到的绵流记，鹰野对那些连环怪死案件也挺感兴趣。沙都子和梨花在场，所以鹰野的话也勾起了龟一的好奇心。等鹰野和富竹离开后，剩下的3个人才向龟一解释了整个事件。这次龟一没有生气，他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当回到家里，沙都子感觉梨花有点不对劲。梨花说自己没事，但沙都子还是安慰他，有烦恼的话不要独自一人扛，应该跟大家说说，一起想办法。这话让梨花大吃一惊，因为这正是龟一在罪灭篇中对李奈说的。梨花急忙问沙都子这话从哪里来的，可沙都子说只是突然想到的。梨花沉默了，但这让人猜想，梨花可能记得其他维度的除剑则。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看着沙都子撕掉的日历，梨花意识到绵流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另一边，龟一跟李奈和元妻姐妹一起去看了绵流记的准备工作，在那儿他们遇见了大石，正好碰上了村里的其他人。村民们看到大石走过来搭话，都冷着脸转身走了。龟一看着这些不太友好的村民，想起了昨天鹰野提到的连环怪死案。大石对这件事也很困惑，为啥这是总在绵流记的晚上发生呢？紧接着梨花和沙都子也来了，大石找了个借口走开了。到了第2天，黑爪来到棒球场给魅音加油，看着自家队伍快要输掉比赛，沙都子急急忙忙给龟一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和魅音还有别人打起来了，叫他快点过来帮忙。龟一赶到了现场，利用魅音掌握的情报，对那帮对手的头目使出了厉害的口才，再加上点金钱攻势，帅帅的就赢了比赛。一旁的沙都子注意到梨花看起来不太对劲，他安慰梨花后，梨花终于打起精神来了，至少得好好享受当下。晚上，梨花靠在冰箱旁边，结果听到的是2个人的争吵声，这吵闹声把沙都子吵醒了。沙都子追问下梨花，告诉他绵流记过后他可能会被害。第2天，沙都子从梦中惊醒，他追问梨花关于他会被害的事，梨花说那只是沙都子的梦。看梨花的反常反应，沙都子决定把这事告诉龟一他们，当众问梨花昨晚有没有说过这话。梨花当然否认了，大家也就没当真，只当是一场梦。到了傍晚，梨花又开始默默忧虑，虽说有事可以找朋友帮忙，但他也不想把沙都子牵扯进来。他转过头，仿佛看到了什么人，可旁边什么人都没有。沙都子夜里又惊醒了，这次他确信不是梦。转眼绵流记的日子到了，梨花穿上巫女装准备表演，她对着镜子低下了头，面带悲伤数着心事，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没有改变。这时候旁边大婶帮忙剪了樱花装饰上的绳子断了，梨花吓了一跳，这以前从没剪过，会不会真有什么东西在变呢？龟一和其他人一样忙着绵流记。晚上，梨花像往常一样表演，绵流记顺利进行着。但表演结束，梨花没休息，而是急急忙忙地跑向山里，嘴里不停地喊着找谁，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突然他遇到了富竹先生，富竹却躲开了梨花的目光，梨花手上的力气慢慢地松了开。富竹正要走，梨花开口了，今晚你和鹰也会被人干掉。富竹当成玩笑，笑着头也不回就走了。富竹的脚步声刚远，梨花崩溃坐地上了。沙都子躲在不远的树后，默默地目睹梨花泪流满面。第2天，富竹和鹰也死的消息满村飞，教室里同学们七嘴八舌。沙都子看着梨花，脑子里闪回昨夜的场景。这时候大石出现了，问梨花昨晚有人看见梨花跟富竹说话的情形，那结果可想而知，什么线索也没。梨花用一句话一个糖就打发了。沙都子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回想起梨花之前的那些古怪举动，他明白了梨花肯定是骗他的。到了夜晚，沙都子泪眼汪汪地质问梨花，但梨花还是决定隐瞒真相。这时候外头突然响起脚步声，他俩赶紧查了查，最后发现一切正常，然后就是关上了窗户。这时候旁边的树后露出个人影，自那以后沙都子就察觉到，他们无论走到哪儿，背后总有个男人在偷偷观察。他把这事告诉了梨花，可梨花只是觉得沙都子多心了。某个夜里，梨花又自言自语起来，沙都子第2天就把被男人跟踪的事告诉龟一他们，希望得到帮助。大伙都说会帮沙都子注意的，但内心还是觉得沙都子可能过于敏感了，毕竟他在村里的情况不太好。原来是沙都子的父母5年前因为反抗政府被村民当成了叛徒，所以村里人对他们全家都不待见，甚至去买东西也被无视。而沙都子听到魅音和李奈的话后，觉得自己彻底孤立无援，只能向过世的哥哥祈求。突然他听到旁边的梨花蹲下来痛哭，沙都子决心非保护好梨花不可。第2天一大早，沙都子就开始在家周围设陷阱，还在门上贴了张树叶，然后他打算去找入江商量对策。可是到了诊所，那儿已经围满了警车。他回忆起早上还通过电话跟入江说过话，察觉到入江的死背后肯定有隐情，他把自己被尾随的事告诉了警察。
警察答应会派人去他家巡视，但倒霉的是，那警察回去的路上就被一个穿着工衣的家伙给干掉了。深夜里，沙都子突然惊醒，他等不到那巡警，听见自家陷阱响起来了，有个身影靠近他们家门口。沙都子急忙喊醒梨花，打算溜，可梨花异常冷静。他打开衣柜的秘密格子，让沙都子藏进去，交代沙都子不管外面发生什么都别出声。接着几个人冲进房间，把梨花带走了。他们把梨花带到了神社那边，拿出刀子对准了梨花。沙都子赶到神社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被乌鸦啄食的梨花的尸体。沙都子吓得尖叫出来，吸引了那些没走远的混蛋。正当他快被他们追上时，沙都子只好躲到桥底下，结果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沙都子被冲到岸上，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学校。吓人的是，学校外面都是戴着防毒面具的人。他慌张地跑到窗户边往教室里瞧，看到的场景让他难以相信。他所有的同学，包括圭一和元妻姊妹，全都死在教室里。他紧抱着自己的头，惨叫一声后直接晕厥了。这时医院的电视正播着新闻，楚建泽发生了火山有毒气体泄漏事故，死亡人数多达2000。现在确认的幸存者只有北条沙都子一个。沙都子在医院里挺过来了，但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沙都子变成了临时植物状态，大石怎么问他都没反应。紧接着大石拿出了带血的李奈帽子，这是在离泄漏点很远的山里发现的。自卫队那边还没找到李奈的尸体，同时还有20多人失踪。灾难就发生在那个深夜，人本该在自己的床上安然入睡，可意外的是玉存在竟然没有遗体，所以大石几乎肯定楚建泽不止发生了大灾害。可是他怎么问沙都子就是不吭声。他查了个空，巡查完就准备走，顺口提了一句梨花惨死的案子。沙都子好像被触动了似的眨了下眼睛，但仅此而已，大石就走了。可他回到警署听下属一说，那失踪的警员是因为调查梨花的事。他突然意识到沙都子的精神崩溃不是因为楚建泽的灾害，而是因为鼓手梨花的残忍被杀。大石马上就往医院冲。沙都子这时候也醒了，他回忆起大石的话，从李奈的帽子里得到了信息，他早就死在那帮人手里了。沙都子想告诉大石真相，紧张地按了床头的呼叫铃，可护士却把灯给关了。这时候有神秘组织潜入了医院。大石赶到医院的时候，沙都子已经没了，死因是心脏病发作。大石跪在地上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让他接受不了。最后一个幸存者也死了，楚建泽的事变成了未解之谜。这就是寒蝉鸣泣之时解恶醒篇的故事。梨花究竟藏着什么秘密？他怎么会有楚建泽的其他记忆？梨花在一个奇怪的空间里，他自己说他在楚建泽已经轮回了好多次，每次都回到昭和年的月，这就是他为什么有楚建泽其他时空的记忆。梨花的每一次死亡都会重生，每次都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醒来，然后重新经历大灾害之前的种种。每轮回一次梨花，楚建泽都有些许变化，但有些事情总是会发生。不同的楚建泽里，圭一他们的表现各有不同，明明都是好人，可在前几期里的故事中变得越来越残忍和诡异。而有些事情总是注定会发生，每个绵流季的夜晚，富竹和鹰野总会被害，然后就是梨花遭遇杀害，进入轮回的循环。他体验了无数的世界，掌握了别人想象不到的知识。梨花轮回的目的是为了找出一切背后的黑手，打破命运的枷锁，带领圭一他们走向幸福的未来。又是一次新的开始，梨花再次来到了不同的楚建泽。这一世的他正在神社后山和伙伴们玩耍，趁着圭一他们下山，梨花对旁边喊了一声雨入，然后一个看不见的身影出现了。这个长得和梨花很像的是雨入。梨花能轮回全是因为雨入，但是不断轮回，雨入的力量也在减弱。这一次的时间点是在绵流季前2周，时间紧迫。当圭一他们来到身边，梨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问圭一还记得别的楚建泽的事吗？可圭一没有像最灭篇那样记得。梨花很失望。到了夜晚，梨花跟雨入聊起了他们的故事。雨入在梨花出生前就在楚建泽，一直到梨花出生就一直守在他身边，除了梨花谁都看不见雨入。梨花和雨入心意相连，梨花很想改变命运救大家，但现在只有短短的2周，她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第二天，梨花陪着沙都子去了入江诊所打营养针，打完针后鹰也带着沙都子去检查，雨入也跟着一起去探查情况。之后入江告诉梨花，沙都子的病已经到了极，这已经是无法治愈的阶段了，只能用药物来抑制。沙都子现在打的那个营养剂就是入江研发的抑制药。入江让梨花不要告诉沙都子这病情，装发誓他肯定能找到治好的办法。可是从头到尾他们俩一个字也没提沙都子到底得的是啥病。出了诊所，梨花带着沙都子去街上玩社团活动，这不就是绵流篇的开篇吗？梨花看着一幕幕熟悉的剧情重新上演，听着沙都子重复以前的台词，还有圭一他们像旧剧本一样迟到，这样一遍遍重复的事让梨花感到烦透了。梨花默默坐到了一边，心想魅音那张大大咧咧的脸，能不能这次来点不一样的剧情？
这时候圭一发现了梨花的异样，主动过来关心的问。梨花就跟圭一说他能看到未来，知道一会儿会玩啥游戏，还知道谁会赢谁会输。圭一当然是半信半疑，就让梨花预测一下魅音准备了啥游戏。没想到梨花不光说出了游戏是啥，连大家的座位都能说出是抽签决定的，甚至连抽签的结果他都能猜中。结果事情真的跟梨花说的一模一样，老板拿出的游戏，大家抽签抽到的位置全都跟梨花说的没两样。梨花有些无奈的解释，其实他说的不是预言，而是已经被安排好的命运，不管怎么挣扎都逃不开。圭一听出梨花话里的无奈，就鼓励梨花好好观察，看他怎么轻松打破这命运的安排。随后圭一以自己玩游戏的高手身份，让魅音和店长换了个梨花没玩过的新游戏。这一次的命运似乎被改写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魅音还是因为打工离场，老板又送给圭一一个和以前一样的玩偶。就在梨花以为圭一还是会像以前那样把玩偶送给李奈，导致绵流篇的悲剧重演时，圭一突然把玩偶送给了魅音。梨花和雨入都感到惊讶，圭一竟然没按提示改变命运。可是因为圭一这个动作，梨花又燃起了希望。一行人吃着，大家一边吃着魅音带来的牡丹饼，圭一似乎对牡丹饼有点印象。梨花一脸疑惑地看向深思中的圭一，走上前问，玉一眼就看出圭一好像有点鬼影片的模糊记忆，可圭一只当这事儿是个梦。后来6个人一起清理家具的时候，李奈开始聊起他爸的事儿，就因为他爸的事，他最近老做些奇妙的梦，做梦梦到自己干掉了那个想跟他爸结婚的烂女人，这梦分明就是《罪灭篇》里的情节。诗音在旁边嘟哝了句李奈也是，虽然诗音赶紧否认，但还是被梨花给识破了。然后李奈就聊起前段时间他实在受不了梦境的折磨，就把做梦的事告诉了魅音。在魅音的劝解下，李奈总算冷静下来跟他爸谈了谈，他爸也理解了李奈把那女人甩了，李奈的命运也就此彻底改写。大家打扫完东西准备走的时候，梨花当着众人的面问诗音，你是不是也做了些奇怪的梦？结果真不出所料，魅音带他回答，诗音也梦过自己杀了魅音和沙都子，同样是在魅音的开导下，诗音也想开了，魅音是他的姐姐，沙都子更是唯一托付给自己的人，他怎么可能下手杀他们呢？但这确实是年流篇和牧民篇中发生的故事。到了晚上，梨花和雨入聊起今天的这些事，伙伴们都靠那些模糊的记忆改变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梨花觉得这开局挺美，或许真能打破这无尽的轮回呢。雨入却泼了梨花一盆冷水，因为梨花和鹰野等人的死还是个谜。梨花以为鹰野他们是自己的靠山，对他们来说，梨花和沙都子是珍贵的研究对象，所以鹰野他们肯定会保护自己。鹰野等人的死是为了创造杀害自己的必要条件，梨花决定要救下鹰野他们。第二天，梨花前往了入江的诊所。少一听说鹰野和副主已经出发了，梨花立刻意识到他俩是去寄居店做准备的。梨花急急忙忙往寄居店赶。以前的雏剑泽事件中，他俩一进寄居店就遇害了，梨花也试着去劝，结果还是一样没变，意思就是他俩肯定会去寄居店。可要是不在绵流季那晚去，命运会不会就改变了呢？梨花打算让他俩提前去寄居店，不过得先答应他一个条件，梨花让他们在保命的同时，也得加强保护他和沙都子。然后梨花就让他俩进寄居店了，进去后就把可能被杀的事讲给他俩听。他俩出来后就跟入江医生讨论，副竹忽然开口，他说虽然答应了梨花，但得跟东京那边怎么说呢？鹰也决定信梨花的话，再想是不是要动用山狗。第二天圭一挑奖品时碰见了大石，让梨花吃了一惊的是，这里的大石跟大家相处的挺好。大石在和人玩游戏时，赤坂卫走进了店，他是来雏剑泽旅游的，跟之前的侠字篇不一样，这次的赤坂听梨花的话了，及时去医院看妻子，打破了妻子跌死的命运，改成了个清洁工掉下楼梯。看着雏剑泽慢慢回正轨，梨花对打破轮回更有信心了，但雨入还是挺担心的，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万一事情不如愿，梨花又得背上那悲惨记忆。梨花为了证明自己被保护，故意接近了些不良分子的摩托。不良分子上前时，穿工作服的人群把他们赶走了，然后把梨花和雨入送回家。梨花手上的力量越来越强，她相信自己能跟命运抗争。雨入却停下了脚步，低了头，他觉得这次可能还是不行，事情常常跟计划不一样。那天梨花一回家就发现沙都子不见了，他赶紧跑遍了整个村子找人，最后终于在沙都子家门口找到了他。可梨花心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看着沙都子那绝望的眼神，梨花就知道了，是沙都子的叔父，那个引发重杀篇悲剧的家伙又回来了。这意味着沙都子又将受到虐待，要是不管的话，这个世界还是会走向悲剧的结局。梨花决定去入江诊所求助，想让他们动用山狗组织。鹰野本来是想拒绝的，毕竟山狗是来保护梨花的，是专门驻扎在雏剑泽的部队，他们通常不会做这种事。但在入江的再三请求下，鹰野终于还是答应了去联系山狗，来解决沙都子叔父的问题。没多久鹰野就回来了，但他带回来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沙都子的叔父被警察抓起来了，因为他的情妇被谋杀了，这事又和他扯上了关系。如果山狗的人现在就行动，肯定会被警察给发现，所以在警察的监视结束前，山狗是动不了手的，最快也得等到绵流季过后了。梨花听了这话就忍不住了，如果沙都子的事解决不了，那之前大家为了改变命运的努力，还有梨花和沙都子帮入江做的研究，全都白费了。他不能接受拥有强大力量的入江和鹰野，说出救不了沙都子的话，只能眼睁睁看着打破轮回的希望又消失了。梨花感到了绝望。第二天，智慧老师发现梨花的异样，问出了原因后，老师也知道了沙都子的情况，消息也被站在门外的皈依他们听到了。大家都决定要帮助沙都子，尤其是世英特别激动，他之前答应过务使要好好照顾沙都子，现在直接情绪失控，他说要亲自去杀了沙都子的叔父，要救沙都子出水火。可是皈依立马站在他面前阻止，世英一时冲动，拿起凳子就向皈依砸了过去。看着受伤的皈依，世英总算冷静下来了。这时候，校长跟智慧老师进来了，他们准备找儿童中心来帮沙都子。虽然眼下没那么乱了，但梨花心里头没啥希望了，结局还是老样子。沙都子自己都不承认叔叔虐他，儿童中心也没辙。放士堂他们决定亲自去，他们想亲口跟机构讲讲沙都子的实况，可那些机构的人就那官僚态度，随便应付了放士堂他们。皈依对这事儿感到挺无奈，跟梨花说了声对不起。皈依道歉，梨花忍不了了，他真的不想就这么放手。他哭着找皈依求助，希望他能救沙都子出来。看着梨花那眼神儿，皈依又打起精神来了，他也想出了个法子。回学校，皈依把大家都叫了起来，领着众人去儿童中心讲道理去了。可儿童中心还是那老调子，没证据就不保护沙都子。皈依他们因为没证据，只能空手而归。大坝战争的事搅和进来，村里人除了学校外都不肯出头。皈依还是不死心，他那口才真不是盖的，又召集起其他学校的学生，连值世英也说动了。甜品店的女店员，大家明天一起去儿童中心请愿。夜里的时候，皈依打算拉上入江医生一起行动。皈依意外知道了，鹰野富竹和入江早就想帮沙都子了。皈依得知后心里那个美啊！准备回去的路上，刚好在门口碰见了大使。大使过来是让皈依别闹了，袁琦家那鬼婆婆都知道这事了，继续闹就是得罪整个村子。皈依那是决心已定，自然是不会那么轻易罢手的。第二天，皈依他们正在忙着请愿的准备工作，这边智慧老师领着沙都子进了教室，大伙儿急忙围上去看沙都子怎么样了。沙都子消失了3天，眼神呆滞的，他慢悠悠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当他知道皈依和同学们都在为他出力时，沙都子感动得眼泪汪汪的，但面对同学们伸出的援手，他还是不敢伸手去抓。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木击在地板上的声响，他脸色一变，抱头蹲在角落里，害怕极了。即使看到进门的是校长，他嘴里还是不停的念叨：叔叔要来抓他走了。严人带着突然发病的沙都子去入江诊所打针吃药。皈依和李奈这时才明白沙都子的病情，生病的人会把其他事物想象成威胁自己的东西。沙都子宁可病得更重，也不愿意离开家的原因是，他叔叔警告过他，如果沙都子敢逃跑，他就把沙都子家的房子烧掉。这房子是哥哥务使回来之前必须守护的地方。皈依知道了一切，带着严人又一次去了儿童中心。那儿的儿童中心已经聚集了一大帮之前召集的严人，尽管有这么多人为沙都子请愿，儿童中心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沙都子始终不承认自己受虐。皈依为了求村民帮忙，参加了村里的会议。会上，魅音和老师告诉皈依，其实没人真的讨厌北条家，他们只是不想因为北条家的事惹上元崎家的麻烦。皈依知道了真相，在元崎姐妹的支持下，终于说服了村民。那现在问题就是那个让北条家被排挤的鬼婆婆了。皈依带着严人一行人赶到元崎家，皈依毫不惧权势地提出请求，鬼婆婆竟然答应了皈依的请求。可他们还没料到咨询中心所长的态度，这人是个绝对不怕天不怕地的异乡人，对皈依他们的提议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结果一转眼间就被村民们围得水泄不通，所长被吓得躲进办公室直哆嗦，急忙叫来大使，想以妨碍公务为由驱散人群。这时候已经病得很重的沙都子为了阻止叔叔闯进哥哥的房间，不断遭受叔叔的暴力。皈依他们看着时间不多，手足无措的时候，2位市议员走进了儿童咨询所，市长也打来电话了，原来是鬼婆婆亲自找市长帮的忙。市长被皈依的坚持打动了，叮嘱大家都多照顾皈依一些。所长在接了市长的电话后，只能勉为其难地见皈依并公开道歉。在严人的见证下，给沙都子家里打了电话。叔父一听到儿童中心的要求，就赶忙把电话递给了沙都子。现在只要沙都子亲口承认自己被虐，他就能摆脱虐待他的叔叔。可是沙都子正要接电话时，叔叔在一旁威胁着他。儿童中心接到沙都子否认的答复后，皈依和梨花急忙接过电话，劝沙都子
最后沙都子想起了哥哥救他的情景，他终于醒悟了，勇敢的大声呼救。叔叔气急败坏，对沙都子狠狠一顿打。幸好警察及时赶到，沙都子才没受伤。大石在听完电话后，马上联系了当地警察。北条铁平最后被警察带走了。村民们不再对沙都子冷眼相待，伙伴们终于打破了沙都子的悲惨命运。到了绵流祭的日子，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如此喜庆的绵流祭。梨花终于明白了反抗命运的意义，她决定再也不向命运低头。晚上，梨花再次告诉鹰野和副主，说今夜他会遭遇不测，可是他们俩都觉得有疫苗在身，没什么好担心的。鹰野还自信满满说有山狗会保护梨花。梨花没办法，只好找到大石。他向大石谎称有人会对，可是鹰野和副主觉得自己打了疫苗就没事儿，根本就没当回事。鹰野还挺自信的说有山狗会保护梨花。没办法，梨花只好找大石帮忙。他对大石撒了个谎，说有人要害鹰野和副主，请求大石赶紧派人来保护他们。然后梨花赶紧把这事儿告诉了伙伴们。这次梨花把大家的力量都召集起来了，为的就是保护好副主和鹰野俩人。最后他们安全地把两人送到了入江诊所。副主在整理东西的时候，鹰野走过来了。他跟副主说他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副主很快就猜到了鹰野打的什么主意，可惜晚了，副主已经被山狗团团包围。原来副主、鹰野还有入江他们都是同一个组织安排来的，他们的任务是在雏剑泽斗后群爆发前找出对策，但组织里也有人希望病毒爆发，鹰野好像也站到了那一边。其实入江诊所的大权也在鹰野手里，入江金介和傅竹龙根本就不知情。鹰野随后给副主打了针，注射的是雏剑泽斗后群的病毒，然后他把副竹还有他的自行车塞进了后备箱和后座。这一幕其实在上一期的捉杀片里我们看过，接下来的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剧情了。副竹被搞得发狂了，最后自杀了。鹰野接下来准备了个替身，结果出了点岔子，替身的死亡时间超过小时了。不过鹰野也没太放在心上，因为绵流祭那天好多人都看见他了，他打算就这么说自己是来毁灭雏剑泽的神的使者，大家可能就会以为验尸报告搞错了。鹰野立刻问了下替身的死因，果不其然跟梨花说的一样，替身是被烧死的。这让鹰野不禁感叹神转世的强大，于是他命令山狗更严密地监视梨花。另一边，警察也发现了副竹的尸体。副竹的死让旁边的入江完全不敢相信，他嘴里一直重复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第二天，大石约梨花出来吹空调，因为鹰野尸体的死亡时间对不上。聪明的大石突然想到，可能尸体是假的，鹰野可能还活着，隐藏在别的地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自称是神的使者，引发雏剑泽连续怪死事件的幕后黑手，很可能就是鹰野34小姐本人。梨花把大石的猜测告诉了入江医生，但是入江怎么也不肯相信。梨花又问旁边的小此木怎么看这件事，小此木说死的都跟入江有关联，他的意思是入江可能就是幕后黑手。同时小此木还保证会加强对梨花的保护。只可惜小此木是鹰野的部下，他们毫无察觉自己已落入鹰野的圈套。虽然这一次还是死了人，但是大石的猜测让梨花有了新方向，他从来均想过鹰野可能会是犯人。第二天，梨花请了病假在家休息。小此木打来电话告知犯人是入江医生。根据东京的调查，入江私吞资金被副竹和鹰野发现，为了灭口就将两人给处理了。可梨花城没有完全相信小此木，斟酌之后他打电话给大石，谎称自己接到匿名电话说要杀掉自己。这个打来匿名电话的人很有可能是杀掉副竹和鹰野的犯人。在龟一等人的追问下，梨花只好将所有事情告知农人。原来雏剑泽有一个特殊的风土病，被称之为壁雏剑泽户后群，这是一种只发生在雏剑泽的疾病，居住在这的人及子都感染了这种病，而国家一直坚持着对此的研究。他们发现只要裹在雏剑泽就没事，病窦发作的条件就是离开雏剑泽。如果内心积蓄太多压力，变得开始妄想，也会导致发病，但发作就算回到村里也无法治疗，所以这个病至今也没有治疗方法。之前篇章龟一等人变得癫狂，都是因为雏剑泽玄后群的发作。因为患者病治一旦到了 LV5 的末期，就会被幻听以及幻视所包围，疑神疑鬼，变得极端狂暴，大部分到最后就会淋巴弃养难耐，抓破脖子失血过多而死。之前鹰野给副竹注射的就是能让人直接达到最高等级的感染器，不过村民们似乎早就发现了这个现象，一直以为是见了东西做虫导致。鬼之渊沼泽的恶鬼传说就是由此而来，而月射神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有所失据的村民抵制豆腐，这样一来大家就不会相互猜忌，不会产生压力，发病的人也会减。这么一搞，咱们谁也不用怀疑谁了，压力少了，生病的也自然就少了。这病之所以没对外说，第一是因为治不好，第二是有人想把这病当兵器来搞事。入江诊所就是他们搞研究的地方。入江诊所原来叫入江机关，是跟东京这帮人有关系的，各种政客、商贾、将军、官员混成的团伙。诊所里的员工都是他们组织的地下成员，但入江医生对细菌武器不感冒，他更上心的是找治病的办法，甚至研究出了能管用于 LV5 级别的药。沙都子打的那针
就是为了控制他的症状。因为入江机关的研究触犯了生化武器的条约，所以懂的人寥寥无几。为了守住秘密，山狗这个特种部队一直盯着他们。大伙还在消化梨花说的那桩震惊的事，梨花又来了个新爆料，他被干掉的理由，原来离开除剑泽就病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远离了女王感染者。每个时代都有个女王感染者，他们能分泌特殊激素让村民不发病。这个女王感染者是鼓手家世代相传的，换句话说，现任女王感染者就是梨花。所以梨花一旦被干掉，全村人都得病发，彼此残杀，这也是梨花命悬一线的原因。知道真相的伙伴们深信不疑，急忙聚在一起想办法。正在这时，大石来了电话，他正领着手下来保护梨花。另一头，入江收到了福野的消息，说今晚就要行动了，这让旁边的入江脸色大变。同时，正往梨花家赶的大石被一群可疑的人和车吸引了注意，穿的是山狗队员的衣服。大石一下车就问个不停，远处的狙击手没两话，直接一枪崩了他。因为大石迟迟不来，皈依他们怕家里担心，纷纷回家报平安。可就在皈依他们一走，山狗队就闪电般闯进梨花家，电晕了2个警察，闯进梨花的房间，结果发现2人已经翻窗逃了。山狗急忙追，一路都是杀都子部的陷阱，可总有意外。梨花被个石头绊了个正着，这一摔不光疼，还看清了追他的人，终于明白了鹰野就是那个坏蛋。梨花和杀都子差点就被抓了，皈依他们及时赶到，用寒蝉3神器干掉了山狗成员。他们其实回去的路上，李奈察觉有人盯着他们，决定去寄居店躲避一下。面对山狗，他们各显神通，用社团活动学的本事打败了山狗的人。梨花觉得这次能改变命运，对此激动不已。但鹰野突然出现，打击了他的信心。鹰野一枪重创了皈依，为了不让皈依白白牺牲，大家拼命逃跑。魅鹰决定牺牲自己当诱饵，结果被鹰野轻易杀掉。李奈挡在鹰野面前，质问他是不是干的连续怪死。鹰野只是笑称这是他的天罚，他要成为月射神。李奈当即讽刺他，说他不可能成为月射神，因为真正的月射神大人存在。李奈最终被鹰野击毙，还没跑远的梨花3人也被山狗组织抓住了，被他们绑起来。接下来他们开始枪决尸鹰杀都子，最后只剩下梨花。他之前总是昏迷后再遭残忍对待，但这次他希望清醒着，他要记住鹰野的所作所为和脸，把这刻入自己灵魂。梨花被带到神社，在那儿他看到了死去伙伴的灵魂，灵魂状态的他们见到了雨露，包括月射神在梨花身边陪着他。大家约定下次一定打破轮回。随着鹰野的一刀，梨花又进入轮回了，这次他不孤单。梨花去世后的除剑泽政府为防止女王感染者死亡引发暴乱，对除剑泽实施了灭军行动，2000多村民被瓦斯毒死，其中几个逃出来的也被埋伏的山狗组织干掉了，还是被山狗消灭了。有一天下午，一位公交车司机突然觉得身体不对劲，结果就撞上了对面开来的轿车。那个女孩叫田无美代子，她的爸妈就在这场意外中一起走了。爸爸临走前叮嘱他找我的老师高野123。爸爸去世后，福利机构把美代子接走了，但高野123不是他亲人啊，他们还是决定把美代子送到了空之家孤儿院。这开启了美代子的悲剧人生。孤儿院表面笑呵呵的，背地里却是个活生生的地狱，看护们变招法的虐待孩子们，孤儿院里的惨叫声从不停歇。美代子也受尽折磨，在一个叫惠里子的女孩帮助下，偷到了大门的钥匙，逃出了空之家。可就在打开大门的那一瞬间，还是被看护发现了，大家都各自逃窜。美代子跑进了死胡同，轻而易举就被看护抓住了，还好他机智地咬断了看护的手指，这才从死神手里逃脱。回想这起伏跌宕的人生，他只希望上天能早点结束他的不幸。绝望的美代子跑到了路边电话亭，竟然发现有人遗落的日元硬币，他赶紧拨通了父亲生前留给他的那个电话号码，居然联系上了高野123。但时间紧张，他话都没说清楚，刚吐露求救的话，电话就断了。那看护也追到了电话亭，硬是把美代子又抓回了空之家。那被咬伤的看护想要报复，把美代子拖到厕所，掐着她的脖子。还好高野接到电话就赶来了，其他看护及时阻止了这场悲剧。不久后，高野就收养了美代子。美代子后来改名叫鹰野34，高野对她就像自己女儿一样疼。美代子也因此感受到了父爱的温暖，所以她决心好好学习，报答高野。她想帮助高野证明那个脑寄生虫的理论。一天，高野的老朋友小泉来访，他跟高野分享了自己关于除剑泽群诊的研究成果。这研究很快就进入了政府高层的视线。2周后，政府的专家团就要来找高野讨论具体的研究细节。祖父辛苦一生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这消息让小樱也开心坏了。时间飞快，2周一晃而过，天气晴朗，好像一切都在预示着新的开始。高野穿上久违的西装，整理着领带。教授们也按时来到了高野的家，但似乎命运跟他们开了个玩笑。专家团队对高野的研究报告不置可否，甚至连高野最自豪的
关于脑内寄生虫控制宿主行为的理论，都遭到了专家们的嘲笑，直说是妄想。他们甚至不打算资助高野的研究。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政府内部并不想这份研究曝光，专家们只希望这些研究随高野一起进坟墓。因此，小泉先生也面临了威胁。看着祖父多年心血被轻视，小樱也只能哀求对方留点情面。专家们离开后，只剩高野一人的哭泣声在房间回荡。自此，高野病倒了，带着无尽的遗憾和抑郁离开了人世。美代子决定要继承祖父的遗志，他要证明祖父的研究让世人见识真相。因为高野曾说，即便他去世，只要他的研究得到公正评价，他就能像神一般重现于世。鹰也发誓要用坚定的意志，织出一个坚不可摧的未来。美代子依靠自己在寄生虫研究上的造诣，以优异成绩从帝都大学毕业，荣幸的受邀参加了学术界的研讨会。那里他遇到了祖父的老朋友小泉先生，他继续资助鹰野的研究，并将他推荐给了东京的科研组织。组织里的高层对他的报告评价颇高，马上成立了以鹰野和入江为首的研究团队，让富竹担任了这项研究的监督，并指派山狗队长小此木全程提供支持。就这样，入江诊所开始了他的使命。鹰野、入江和小此木在除剑泽的日子也随之展开。在翻阅了大量研究报告后，入江发现了重大线索。他们调查的除剑泽痘候群正是一种寄生虫病，但是寄生虫在宿主死亡后也会随之死去，这让获得直接证据变得异常困难。鹰野听后立刻反应过来，只要在宿主生前进行调查不就行了？他立马给小此木打了电话。从那一刻起，入江也明白了重要的事实，这人就是个不择手段的狼人。那是昭和年间因为那个大坝计划，北条家头的赞成派，还有元齐家带头的反对派，闹得不可开交，动不动就动手，愤怒像野火一样在心里燎原。有天晚上，大坝监工要发飙了，6个工头为了自救，把监工打得半死不活。有个有案底的工头竟然把监工分成6块，逼着其他5个人各自藏1块，这样大家都是同案犯，谁也别想撇清。可没多久，这5个人全被警察抓了，拼出来的尸体就差个右手。那监工正好是大石的亲戚，他觉得这事儿和元齐家脱不了干系，大石发誓非得为监工讨个公道不可。那个有前科的犯人之所以没被逮，是因为他当时被抓去做活体实验了，正好被小此木弄到了入江诊所，包括那块不见了的右手，因为他体内的病毒已经到了临界点，对当时的入江机构来说正好能拿来治疗，再加上这人对社会危害太大，入江就同意了直接解剖。这就是那一年的悲剧全貌。昭和年间，沙都子的继父为了改善和沙都子的关系，带全家出门游玩，但那时沙都子因为压力已经到了除剑泽痘候群的临界期，他以为父母要干掉他，为了自保，沙都子就把他俩推下悬崖了。这就是第2年的惨剧真相。后来沙都子也被送到入江诊所接受治疗，他成了一个珍贵的活体标本。鹰也直接下了沙都子的解剖指令，为了救沙都子，入江找到了吉手家的家主，把除剑泽痘候群的事都告诉了他。因为每代寄生虫都有他的女王，由古手家直系一代代传下来，所以入江想通过研究梨花，找到治疗除剑泽痘候群的方法。为了救沙都子，梨花也答应了。有了梨花，研究进展大大加快。入江最后研制出了控制病情的药，在梨花的鼓励下开始使用，沙都子的病情很快就得到了明显改善。鹰也把研究结果上报给了东京的上头，看着那群当初看不起祖父研究的家伙，现在认真审查着同样的报告。鹰眼看着就快实现祖父的夙愿了，梨花却突然高烧不退，古手家只好停了对梨花的研究。入江和鹰也求了好几回，梨花爸妈才勉强同意延后3个月。鹰也心里怎么也不是滋味。那年昭和的绵流祭之夜，鹰也下手毒死了古手神主，把梨花妈妈扔进鬼渊沼泽，留个遗书假装一切，就成了第3年的月射神座桌悲剧。鹰也搞定一切障碍，得意洋洋。可好景不长，报应也跟着来，支持他的小泉先生走了。没了小泉先生，那帮高层翻脸不认人，简直是历史重演。再次冷嘲热讽祖父的研究，命令入江机关3年之内得出成果。鹰也这才恍然大悟，这帮人压根就没正眼瞧过研究，只是迫于小泉的压力装样子。鹰也失魂落魄，漫步雨中，悲观的觉得一切都完了。他碰上了野村小姐，来自东京另一个派系，与鹰也过去派系的对手。他希望鹰也引发除剑泽大灾难，这样能给鹰也派系一个教训。为了证明父亲的研究，虽然知道是恶魔的诱惑，鹰也还是答应了野村的提议。那是昭和某年，务使背着生病的沙都子去诊所，因为叔母的虐待，沙都子再次发作。入江也发现了，务使因照顾沙都子，承受了太多压力，也让自己的病更严重了。几天后，月射神座桌，李奈刚搬回村子，正巧碰到了情况相似的务使，他把自己的经历和乐射神座虫的事告诉了务使，跟着在施因照顾沙都子后，年流祭那晚杀了自己叔母。务使病情也恶化，开始幻听幻视抓脖子，感觉街上每个人都是叔母。入江一眼看出不对劲，赶紧带务使回诊所。这就是第4年的惨剧和鬼影的由来。
雨入默默目睹了这一切，却无力改变什么，他只能对着去世的人们呼喊。几个月后，皈依他爸一只狼打算搬家先来除剑泽看看，正巧遇见了梨花。在梨花力荐之下，一只狼决定定居除剑泽，就连不爱搭理外人的鬼婆婆也没反对，毕竟村子也要开放些，让外人搬进来也是新鲜空气，引进新风，同时也能扫除村里的不良之风。要是个热闹的年轻人能来这里闹腾一番，他们也就放心把村子交给下一代。务使消失那会儿，魅音找鬼婆婆算账，他也看出北条家的问题所在，解决问题不能等到死后。不久，皈依就搬来了。梨花对雨入说的挺开心，终于搬来了，咱们等了好久呢。他们把皈依当成了改变命运的关键，但真正能动摇鹰野意志的，只有一直道歉的雨入。因为在接杀篇里，伙伴们给了雨入强大的意志，这次雨入不再是灵体，而是实实在在以人的形态出现，来到除剑泽的学校。虽然记忆在轮回中丢失，但对雨入还是有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多轮回加上这次具体化，转生的力量越来越弱。这回不只是最后一次轮回，梨花和雨入都忘了最后的手段。幸好回家途中遇见了鹰野，雨入瞬间想起了所有记忆，当晚就把前世的事告诉了梨花。另一边，赤坂想起梨花的预言，他因为梨花的话回东京救了自己老婆，感激之下又跑到除剑泽，和众人研究除剑泽的连续怪死。今年大石就要退休了，他打定主意非揭开真相不可。沙都子复诊的时候，梨花偷偷从入江那儿知道了女王死后会让全村人染病，一旦那种情况发生，东京那边就可能会对咱们除剑泽下手。梨花带着大家东拉西扯的猜来猜去，最后终于弄懂了鹰野为啥要对付梨花。原来他的死只不过是东京那群人权力斗争的一枚棋子，鹰野干掉梨花就是为了引爆除剑泽的灾难，这样一来就能帮助野村那一伙，削弱老小泉那边的影响力，鹰野自己的研究也能接着搞下去。梨花就把鹰野的阴谋还有副竹可能马上就会遭人暗杀的消息通知给了副竹和入江，但副竹对这事半信半疑。这时大石领着赤坂也来到了神社，梨花一看见赤坂就哭着扑上去抱住他。赤坂给副竹证实了梨花的预言是真的。最后大家终于都站到了一条战线上，5个人一块商量怎么才能阻止鹰野。第二天，梨花就把一切都告诉了伙伴们，记得其他世界事儿的几个人马上就信了梨花的话，大伙儿开始商量怎么保护梨花，最后决定先把梨花和沙都子藏在元气家，皈依他们就留下来保护梨花，然后赤坂在梨花家里装成梨花他们还在家里的样子，入江就负责盯着鹰野提供消息，副竹悄悄地查找揭发鹰野的证据，一旦找到证据，副竹就能叫上比山狗部队还狠的番狗部队来反击。突然之间，沙都子和皈依发现了鹰野的软肋，他想杀梨花只是为了开启灭村计划。如果东京那帮人知道梨花死了几小时后，村子里面的人还没病发作，那灭村计划肯定就泡汤了，到时候鹰野肯定手忙脚乱，所以他们就去找大石，准备往外泄露梨花死了的假消息。这事太复杂，大石一时半会儿没立刻答应。傍晚的时候，大石去大坝监督那边扫墓，正好碰到也来扫墓的诗音和她妈妈。原来鬼婆婆每年都会做牡丹饼，还特地让他们带着来给大石的恩师扫墓。这下大石恍然大悟，虽说老爹和元气家过去关系挺僵，但那都是大坝战争之后的事了。知道真相的大石终于能放下心里的结，下定决心要全力帮忙皈依他们。然后大石就约了几个同事说要谈谈这事儿，没想到他们都二话不说就决定帮忙大石。大石终于点头同意了散布梨花假死的消息。另一边，入江被派去梨花家看看情况，进门后他们就借机制定了用铃声长短来传递紧急联络信号的计划。年流祭前夜，众人围坐一圈商量接下来的行动计划。他们打算在凌晨开始散布梨花死亡的谣言。由于梨花2天没露面，制造出她死了几小时的假象还挺简单。石赤皮接着装作梨花还在家的样子，这招肯定能把鹰野打个措手不及。果不其然，鹰野听到这消息后吓得不轻，他深信他爷爷的研究是对的，梨花死了几小时，如果村里人都没事，那就能证明梨花死亡的消息肯定是假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啊！小此木想了想，就明白这是梨花他们的计策。因为副竹好久都没露面，他意识到副竹可能变节了，急忙的叫来部队去找副竹。这时候副竹已经通过调查知道了，鹰野通过小泉拿到了10亿巨款，这钱很可能用来收买了山狗队伍，鹰野肯定参与了什么大阴谋。副竹趁机偷偷联系了番犬队，可是他也被东京的另一个调查团队乌鸦锁定了他的位置。把情况告诉小此木后，副竹被山狗抓了起来。这时候鹰野也冷静下来，他确认了副竹的辩解，他开始怀疑入江。看到副竹被带回诊所的入江，就用约定好的暗号通知赤皮准备支援。
然后自己也开车往袁其家赶。鹰野也派人跟着去追，但是路上山狗队伍把他的车轮胎打爆，车子掉下悬崖，入江也受了不轻的伤。幸运的是，诗音和他的保镖葛西恰好路过，按照入江的指示把他接到了袁其家，不过也把入江身上的跟踪器带了回去。他们到袁其家没多久，山狗队伍就追上来了，大家赶紧躲进袁其家地下室，因为大门是坚固的铁门，破不开，只能用爆破的方式强行进入，但爆破很容易引发混乱，所以小此木决定趁着晚上绵流计放炮的时候一起爆破，马上就切断了袁其家的电话线，拔掉了电闸。地下室里一下子就黑漆漆的，只有葛西打火机那点微光。礼炮一响的同时，地下室震得厉害，此人没办法了，只能逃进那条看不见底的暗道。诗音坚持要求魅音带着农人往洞里爬，诗音和葛西负责断后。大家急忙往洞里爬的时候，山狗也跟着钻进来了。诗音和葛西被抓成人质，如果梨花和入江不上去，他们就会把两人扔下去。梨花最后答应了鹰野的条件，走到袁其家外面，小此木突然翻脸，让手下捆绑梨花去对付归一他们，然后准备给梨花注射病毒。关键时刻装成山狗的赤皮出手了，他动起手来一打五牛啊，一下子就把山狗打跑了。地下室里的归一他们靠计策和团结把山狗反杀了，现在终于到他们反击的时候了。大家又聚在地下室商量办法，葛西和赤皮在商量怎么救副主。这次诗音也特别想参与行动，原来刚才入江在给诗音治疗，告诉他务实还活着。不一会儿，鹰野那边传来失败的消息，听说梨花他们跑到深山，鹰野决定亲自带队，带着剩下的山狗追过去。结果因为沙都子的陷阱损失大，大部队在深山找梨花的时候，诗音、入江、赤皮、葛西4个人悄悄进入江诊所干掉看守，成功救出了副主和务实。但务实的病情突然加重，目前还没有能治他的药。诗音伤心死了，入江承诺他一定能研制出治疗的药物。因为山狗动了村里信号塔的手脚，副主联系不上番犬部队，只能往城里赶。虽然明知山狗那边守得严，但现在除了硬闯没别的办法了。在葛西掩护下，赤皮和副主巧妙地从村子里溜了出去。副主向调查部汇报了雏剑泽的现状，调查部果断派出了番犬部队。在石深的山中，山狗的队伍被削弱的只剩几个人，最终只剩小此木和几个手下。鹰野指挥着队伍进行最后的冲刺。小此木也得知了基地被占领，副主他们突破了封锁，意识到番犬部队快到了，知道自己败局已定。小此木命令手下撤下山去待命，然后拿枪指着农人。还好番犬部队及时赶到，小此木和鹰野朝山下逃去。正当鹰野质问小此木发生了什么，小此木收到了野村的最后命令。小此木把研究笔记丢在地上，告诉鹰野，组织根本不在意他的研究，他们只在乎鹰野是否还有价值，然后给了他一把只装1颗子弹的枪。灭村事件的失败总得有人负责，鹰野就是那个要被牺牲的棋子。野村希望鹰野选择畏罪自尽，鹰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他抱着爷爷的研究跑进了森林深处。他开始感到瘙痒难忍，右手不停地抓着自己的脖子。这时雨露出现在他的面前，雨露问他到底追求的是什么。鹰野回想了自己的一生后回答雨露，他只是希望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想要别人告诉他可以作为一个人活下去。雨露听了鹰野这可怜的请求，以月射神的身份宽恕了他的罪孽。这时梨花他们找到了雨露，鹰野像疯了一样举枪指向农人，他觉得自己还有最后的机会。魅音和雨露挺身而出，站在伙伴们前面挡子弹，但命运仿佛在跟他开玩笑，鹰野居然把最后的子弹打歪了。雨后天晴番犬部队抓住了鹰野，这时副主赶到了现场，以患有雏剑泽病候群为由，把鹰野带到入江机构进行了检查。绝望中的鹰野看着副主，忍不住抱着他痛哭流涕。夜晚，人们欣赏着梨花的舞蹈，享受着真正的绵流祭的快乐。